跑那么快有什么用？他不见了。那天我跑最快，我一跑，他们就要把他带走。他是谁？你的伙伴是不是不见了？你能听懂我？姑娘，别按了，我不是来砸场子的，我是来上班的。我叫萧野，今天入职。李阿姨介绍的？是我妈。哦，这一个欧字把锦地换成了同情，那种你妈是院长牌友，你走后门进来的，我也帮不了你的同情。一进门是消毒水混着猫砂盆的味儿，跟我待了10年的那片老山林比，这味儿冲得我想打喷嚏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在乌岭那片山里跟畜生们打交道。你是我这辈子见过耳朵最灵的一个，能听懂山里的活物在噜囔什么。萧野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你都29了，29！你小学同学孩子都上学前班了，你还搁山里跟野猪谈心？妈，不是野猪，是鸽子。我不管是猴子还是耗子，3天之内滚回来！我托人给你找好了工作，宠物医院正经班，听见没有？妈，我这信号。你敢不回来，我让你二舅开铲车上山，把那破窝窝给你推平喽！我信，我妈说得出做得到。于是3天后，我背着全部家当站在了康泰的玻璃门口，包里装着2件迷彩、1双解放鞋、1个搪瓷缸，还有一个能喊3里地的军用大喇叭。你就是李阿姨的儿子？对，萧野，在山里待了10年，学的兽医。我没说学的是听兽话，我师傅教过我，实话别往外吐露。有执照吗？没有。学历呢？没有。那相关经验总有吧？我给盒子接过生，给猫头鹰接过断翅膀，还给一头野猪拔过屁股上的剑。行了，你先当助理，跟着顾医生学，少说话，多看，别给我惹事儿，别丢你妈的人。这就是新来的。对，顾医生，萧野，李阿姨的儿子，跟你学2天。穿过白大褂没有？没有。用过听诊器吗？没有。知道狗的正常体温多少度吗？活狗还是死狗？你在旁边站着，什么都别碰。这位顾医生全名叫顾清寒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海外的兽医学位，回国考的执照，进康泰3年，是赵金海的招牌。一上午我就靠在墙角当了个人形瓦件。说实话，看他瞧病，我着急。医生，他3天没好好吃饭了。全正常，先开盒营养膏回去试试。我不是不吃，我是生气。你昨天在楼下抱了那只小泰迪，一身别的狗味儿，还用那手给我端饭，当我鼻子是摆设。呸！我在墙角憋出内伤了，翻译成人话，明白的跟拿喇叭广播似的，但我没吭声。我记着赵金海那句别惹事儿，这份安分一直守到下午2点半。救命！快救救我家大黄！他在家突然就这样了，满地打滚。放检查台上。镇定剂没反应，加量。心率180，体温40.3，瞳孔正常。到底哪儿的毛病？顾医生，我家大黄到底咋了呀？初步怀疑是神经系统的问题，得做核磁。要多久？得预约，最快明天。明天？他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能撑到明天吗？疼死了，疼死了！肚子里有个尖儿东西扎我！你们这帮榆木脑袋倒是帮我呀！我在墙角站着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从他进门那一秒起，他就在反复喊同一句。深呼吸，想起那句别惹事，又瞟了一眼台上疼得快翻白眼的大黄。算了，惹就惹了。你干什么？哥们儿，你听我说，先冷静。到底哪个儿疼？你指给我看。尖的，吞了什么进去？他肚子里有异物。尖的，赶紧拍片子。大概率是骨头茬子或者什么金属件。顾医生，拍 X 光。鱼钩！我操！我前天在阳台钓过鱼，钩子少了一个，找不着。大黄，你给我吞了！谁让你钓鱼不给我留条小的？我没解释，有些话烂肚子里就行。你刚才怎么做到的？经验。恩人啊，谢谢你。大哥别，回去把它收好就行。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歪门邪道，但看病靠的是科学依据，不是杂耍。我能怎么解释？我说实话，你们真得把我送走。第一天咋样？挺好，救了条狗。好好干，别丢人，别跟同事红脸。没有。明天穿干净点，头发剪了，弄得像个人样。知道了，那是我师傅给的。下山那天，他把牌子塞我手里。会这门手艺的，这世上不止我一个，只是几十年才碰得着一个。哪天你遇上另一个，别惊讶。明天估计不太平。就是他，
行吧，意料之中。那个，你昨天那事儿，你能解释解释不？啥事儿？你对着狗说话那事儿，真就纯巧合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是巧合。我干了5年，从没见过抽搐的狗能在人说完话之后立马安静，还精准指出病灶。林悠悠，别堵门口，进来准备。上午的立诊很平静，几只打疫苗的猫，一只洗牙的比熊，一条拆线的边牧。我老老实实当助理，踢棉球，扶脑袋，一句多余的话不说。顾清寒全程当我透明。这份平静撑到10点半，被一位穿貂的大姐打破了。顾医生，你快看看，我家格格3天没吃东西了，3天，喂啥吐啥，急死我了。 3天不进食，有呕吐。最近换粮了吗？没有啊，一直吃进口的，最贵那种。环境有变化吗？搬家、装修都没有。目前看器质性问题不大，有可能是应激性厌食或者心因性。啥意思？就是可能是心理问题。心理问题？猫还有心理问题？我在墙角已经忍了很久了，因为从这只三魔被放上台的第1秒起，它就一直在阴阳怪气的嘟囔。猫话跟狗话不一样，猫说话更含蓄，更爱夹枪带棒，但这只仙魔一点都不含蓄，它在骂街。不吃，饿死也不吃！那个臭男人的手摸过别的骚猫，回来又摸我的饭盆。恶心不恶心？当我鼻子闻不出来？前天他身上一股别的母猫味儿回来的，还搁那挠我下巴。呸！渣男！那天他手机一响就躲阳台上接，回来傻笑，当我听不见？我全听着呢。什么小咪咪，今天乖不乖呀？我沉默了。等等，臭男人，别的母猫，这是猫版捉奸现场。那咋办啊？总不能眼睁睁看他饿死吧？可以试试换个环境，或者用点情绪舒缓的药。那个，又来一个蠢东西。姐，你男主人是不是最近背着你接触过别的猫？你能听懂我说话？能。那你告诉那个女人，告诉她，她男人在外面养了别的猫，一只橘色的贱货就在她公司楼下那个猫咖里。大姐，我问您个事儿啊，你说，您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猫？或者您爱人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别的猫？别的猫？没有啊，我家就格格一只。不过我老公公司楼下新开了个猫咖，他最近天天下班去撸，回来一身猫毛，我说了他好几回。大姐，您家格格不是病了，她是生气了。啊？您爱人身上沾了别的猫的味儿回来，您家猫觉得被背叛了，绝食抗议呢。我就说嘛，那天我老公一进门，格格就炸毛，我还以为是猫粮问题。格格啊格格，妈知道了，回去就收拾你爸。翻译满意。你到底什么来头？你凭什么判断出来的？经验，经验。你观察不到2分钟，没做任何检查，没有任何数据，就凭一句经验下结论。要是判断错了呢？但我没错，这次没错。下次你要是对着一只急性肺腺炎的猫说它只是生气了，我不会耽误了治疗，你凭什么保证？他的情绪明显不只是学术上的质疑，那是一种被冒犯的感觉。他寒窗苦读，海外学位，考执照，做无数的台手术，一步一步爬上来。结果来了个从山里钻出来的，连听诊器都不会用的野路子，对着畜生嚎2嗓子就把病看了。换我也膈应。顾医生，我不是来抢你饭碗的，我连白大褂都不配穿，手术刀也不会拿。那你来干什么？我妈让我来的。他生气了。看出来了。你真的跟动物说话，不是什么行为学分析、微表情解读。你信哪个版本？我信离谱那个。昨天那条金毛的事儿，行为学根本解释不通。聪明姑娘，但你别到处说，说了也没人信，只会觉得你有病。萧野是吧？我叫唐媛媛，药房的。你好。听说你昨天对着金毛喊话，狗就听你的了。差不多。那你能跟猫说话不？能。那你帮我问问我家那只橘猫，它把我的金镯子藏哪儿了？找2月了。改天你把猫带来。真的假的？不保证效果，有的猫不配合。行，明天就带。这顿饭之后，我的身份从李阿姨塞进来的关系户，升级成了那个好像会跟畜生闹事的怪人。虽然还是怪人，但至少有了点用处。萧野，你快来前台，出事儿了！恐惧，极度的恐惧，我一进大厅就感觉到了。这狗吓破了胆。叫你们院长出来！我预约的3点专家号赵青海呢？王总，赵院长今天出差了，顾医生可以。顾清寒，
上回我带阿黑来，他折腾1礼拜也没查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就给我开了盒安定，安定有个屁用！王总，上次的情况，别跟我解释，阿黑越来越严重了。以前只是半夜嚎，现在白天也开始了，一惊一乍，碰都碰不得。我花了60万买的血统冠军后代，你要是治不好，你们医院赔得起吗？王总，上次检查没发现气息数变，阿黑的血液、影像、神经传导都正常，目前的表现更行为问题是吧？又是这套，行为问题能严重到这地步？他现在看见人就抖，一条80斤的杜本抖得跟筛糠似的。那不是攻击的架势，是防御，是一个被什么吓破了胆的生物在拼命虚张声势。然后我听见了他的声音，很轻很碎，像梦话。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，他晚上会来的。东厢房那个房间有东西，他不是活的，他每天晚上站在那儿看着我。我后脖颈的汗毛竖了起来，深吸一口气，压下那股寒意，走上前。王总，我是这儿的新员工萧野，我想试试跟阿黑接触一下，行吗？你谁呀？什么资质？没资质，但我对狗的行为有点研究。行为？又是行为？不一样，我想弄清楚他到底在怕什么。随便吧，反正顾清寒也治不好，让这小子试，治不好也不亏。小心，他这几天脾气暴。嘿，哥们儿，别怕，我能听懂你说话。你真能听懂我？能。那你告诉他们，东厢房有东西，他每天晚上都来，站在窗户外面看着我，就是那个没人住的房间，我能闻到那股味道，不是人味儿，不是活物的味儿，但他就在那儿，每天晚上，每天。王总，您家是几层的房子？3层的独栋，怎么了？东厢有个不常住人的房间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阿黑告诉我的。他每天晚上都被那个房间里的某种东西吓到，他说那东西不是人，每晚出现在窗边看着他。东厢，那是我爹的书房，他2个多月前走的。我头皮一炸，周围人大气都不敢出。林悠悠捂着嘴，眼睛瞪得老大。顾清寒脸上所有学术性的质疑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的对未知事物本能敬畏。那个书房，我爹走后一直锁着，没人进去过。阿黑以前最爱去那儿趴着，我爹生前最疼他。那不是恐惧了，是悲伤。他不是怕，他记得那个味道，那个味道意味着安全和温暖。但现在，那味道出现的方式不对了。他能感觉到，可他想不通，为什么那个人不再摸他，不再跟他说话了，只是站在那儿。阿黑，是老爷子舍不得你呀。那天晚上我加班整理耗材，路过顾清寒的诊室，灯还亮着，门虚掩着。我瞥了一眼，他没在看论文，桌上摊着的是渡本阿黑那天的接诊记录。他盯着那几行字，手里的笔转了半天，一个字没写。官图灯还亮着，夹着金毛大黄那张片子，那枚鱼钩的白影清清楚楚。我没进去，也没出声，转身走了。少爷，王总昨晚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帮他解决了大问题，他要给医院追加30万的赞助，30万！哦，什么哦？你晓得30万什么概念吗？我们1个季度的净润都没这么多。那挺好。他还说阿黑以后所有保养、体检、美容都在咱这儿做，光这一条狗1年就得消费小10万。你小子给我听好了，我不管你用的什么写法，你现在是我们医院的宝贝。顾清寒在我这儿干3年，最大一单才拉了8万。院长，顾医生技术很好，技术好有啥用？能给我拉来30万吗？从今天起，你不用给顾清寒当助理了，我给你单独开个诊室，就叫特殊行为诊疗室。别的地方看不好的，顾清寒看不好的，全转给你。院长，我连执照都没，执照的事我来搞，你只管看病。从打杂助理到独立诊室，只用了3天。果然，在资本面前，规则就是个屁。你早晚会出事，顾医生，你可能没说错，但不是今天。他叫钱多多，你帮我问他把我金镯子藏哪儿了。谁呀你？你好，我是萧野。你主人想找他的金镯子。哦，那个亮闪闪的圈圈啊。对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知道。在哪儿？给我5罐进口猫罐头，我就说。你家猫说得5罐进口罐头才肯说。他还讹上人了，钱多多，你个死胖
胖子，我天天伺候你吃喝拉撒，你还跟我谈条件。行了，买了，快问他。罐头买了，今天就到。你先说。洗衣机后头右下角掉进缝里了，我推他进去的时候还差点被卡住，弄了一身灰。你为啥要把镯子藏起来？因为他一带那玩意儿出门就很晚回来，我不让他出门。臭猫，我那镯子4000多，你藏2月，我差点找调解员说保洁偷的，差点冤枉人家。萧爷，你这本事真是跟动物说话。差不多。我的天，你这要是开个直播能火成啥样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你单独开了个无看病。院长安排的。别飘啊，你才去几天，人家顾医生读那么多书，你别抢人风头，容易招人恨。妈，我没抢。娘知道你有本事，你小时候家里那只老黄狗走的时候，就你趴他身边不肯起，说他跟你说了句话，娘那会儿以为你魔怔了，还带你去看大夫。现在想想，是娘对不住你，你在山里那10年不是白待的。妈，没白待。你真的在跟他们说话对吧？别用那眼神看我。我忍不住。你知道你今天1下午解决了多少个 case 吗？顾医生1整天的接诊量，你1下午干完了。他做的是正经医疗，我这是宠物心理咨询。宠物心理咨询师，你可以申请这头熟。萧野先生，我是王立山。前天你帮我看阿黑那个。哦，王总您好，阿黑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我把我爹的书房打开了，收拾了一下，把我爹的旧衣服放在阿黑窝边上，他现在不抖了，昨晚也没好。那就好。我打这电话是想请你帮个忙，我有个朋友姓李，做工程的，他前阵子花大价钱进了匹赛马，1000万的纯血马，最近死活不肯跑了，请了好几个驯马师都没辙。跟他说了你的事儿，他很感兴趣，他说出多少钱都行，只要你能解决。不是钱的事儿，王总，马不肯跑，多半是心里有事儿，我得当面看才知道。那你什么时候方便？他派车来接你。这周末吧，我经济日还有预约。好，周六我让他派车去医院接你。萧野先生，拜托了。跟山里完全不一样，山里的风是干净的，带着松针和泥土。我在城里才待了3天，但我有种预感，好戏才刚开头。他最近总在门口屋檐，不让我出门。他最近天天跟那个身上有股怪味的男人出去，那男人对他不好，上回回来眼睛红红的，一身哭过的味道，他不能再跟他出去了。你家拉可能觉得你最近情绪不太好，不放心你出门。宝贝，妈妈知道了，妈妈不去了。谢了，兄弟。萧野，你说动物是不是比人还懂感情？不是比人懂，是他们不会撒谎。那还挺好的。萧野，镯子找到了，真在洗衣机后头右下角缝里，我拿手电照了半天才看见。天哪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差点找调解员说保洁偷的，幸好没报。那5罐罐头给了，那死胖子吃了俩，打个嗝，翻身睡了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顾医生今早跟院长吵了一架。吵什么？具体不清楚，护士站的姐妹听见几句。顾医生说什么没执照就不能独立接诊，出了医疗事故谁负责？人家又不动刀又不开药，算什么医疗行为？然后顾医生好像摔了东西，声音挺大。他说的也没错。你不生气？生什么气？他逻辑没问题，我确实没执照，真出了事儿，医院担不起。可你明明帮了那么多。帮忙是帮忙，规矩是规矩。这话我说的平静，但心里明白这事儿没完。老李，人来了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萧野。小伙子，你今年多大？29。老王说你能跟牲口交流，差不多。跟我来。他叫踏雪，进口的纯血，3岁，血统能查8代。刚来那会儿，跑起来跟一道红光似的。上个月的资格赛，他甚至跑出了全场最快。可比赛完第2天，他就不肯跑了，牵到跑道上，他就站着，怎么抽都不动。请了3个驯马师，一个说他腿有暗伤，一个说他心里有阴影，还有一个说他就是懒。检查做遍了，腿是好的，心肺是好的，啥毛病没有。啥毛病没有，就是不跑。对，1000万，就这么站在这儿吃干草。那眼神我熟，山里的老马拉了一辈子磨的驴，临了不干的时候就是这个眼神。不是病，是心气没了。我集中精神去听，马的语言比猫狗更沉，更缓，像风穿过山谷。它一直在低声嘟囔：跑那么快有什么用？他不见了。那天我跑最快，回来他就不见了。我不跑了，我一跑，他们就要把他带走。他是谁？你的伙伴是不是不见了？
你能听懂我？能。他叫小辉，跟我一个马厩长大的。他跑不快，但他每次都陪着我练。那天资格赛，我跑了第一。第二天，他们就把小辉牵走了，装上车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是不是因为我跑太快了？是不是我要是跑得慢一点，他们就不会把小辉带走？我不跑了，我再也不跑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带走谁了。你这匹马是不是有个一起长大的伙伴？另一匹马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上个月资格赛之后，你是不是卖掉或者送走了一匹马？一匹跑得不快的。卖了一匹陪练马，叫小后辉。踏雪跑出成绩之后，我觉得陪练马没用了，成本又高，就卖给别的马场了。你们卖他的时候，踏雪在场吗？那天踏雪就在旁边的隔间。牵小辉上车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叫，撞栏杆，撞得头都破了。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闹脾气。他不是不肯跑，他是不敢跑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是因为他跑太快太出色，所以你们才把小辉带走了。他以为只要他不跑了，你们就不会再带走任何一个他在乎的伙伴。他这1个月站在这儿，不是在偷懒，他是在守着剩下的伙伴，用他唯一想得到的办法，不跑。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不过是匹陪练马。对你来说是陪练马，对他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家人。1000万的纯血马站在恒温马房里，头垂到了地上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这匹马比在场任何一个人都富有，因为他舍得为一个没用的伙伴赌上自己的1000万身价，赌上自己奔跑的天性。能把小辉找回来吗？我去查，卖到哪个马场合同上有，我加钱买回来。越快越好，他已经等了1个月了。李建国给我发来消息，他查到了小辉的下落，在200公里外的一个马场，明天就去接。谢谢你，兄弟。少爷，昨天我把他俩牵到跑道上踏雪跑了，跑得比资格赛那天还快。小辉在旁边追不上，他就放慢等他，俩马并排跑了1整圈。在山里的时候，我用兽化帮动物解决的都是些简单事儿。回了城，我才发现，动物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动物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替不会说话的弱者喊冤。马场的事，我没想到会闹那么大。就是这儿，康泰宠物医院，那个能跟动物说话的男人就在这儿上班。你看见门口了？院长打了17个电话了，8个媒体，3个网红经纪公司，2个电视台综艺，还有4个企业要请你代言。代言什么？狗粮、猫粮、宠物医院加盟，还有一个是鹦鹉学话教程。那个拍视频的查到是谁了吗？马场那天人不少，谁都可能拍的。少爷，你来了，太好了！你先别急。院长，门口那些人我不见。先听我说完。你知道昨晚那视频播放量到多少了吗？3000万，热搜第9。能跟动物说话的男人，话题阅读量破亿。有个综艺叫《世界真奇妙》，全国收视前3。今早6点就打电话来了，要请你上节目，出场费50万一期。不去。说啥？不去。综艺不去，采访不接，代言不做。你疯了！50万一期50万。院长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想上新闻。可你已经上了啊！视频满天飞，你想低调也低调不了。那门口的人你帮我挡着，我今天正常上班。外面30多个记者，你让我怎么挡？你是院长啊，您不是说我是医院的宝贝吗？保护宝贝不也是您的事儿？行，我去挡，但你给我想好这事咋收场，纸包不住火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在马场闹出大动静了？隔壁你张婶说她刷到个视频，说有个年轻人跟马说话，那马居然听懂了，是不是你？刷到了。对呀，都传疯了。妈，你让我回城这个决定还挺对的。那当然，妈的决定啥时候错过？赶紧找个对象，别成天跟猫狗待一块儿。永远在催，永远在比较。中国妈妈的核心竞争力。进。苏欣彤，你就是那个能跟动物说话的。坐。他叫洛雪，3个月前从朋友那儿接手的，有合法饲养证件。什么问题？他不吃东西，不是完全不吃，是挑。我请了营养师配最好的生骨肉，进口冻干鲜肉都试了，他只象征性舔2口就走开。3个月瘦了快1斤。嘿，你也会说话，又一个会说话的人类。等等，又一个。想起了师傅那块骨牌，以前有人跟你说过话。以前那个家的男人，他也会。以前那个家
你原来的主人不叫主人，叫朋友。他说我们是朋友。他也能跟你说话，像我这样一样。他从小就会。这世上真有别人会说话，师傅没骗我。那他为什么把你送走了？他死了，3个月前死的。他让朋友把我送给现在这个女人，说她人不错，会照顾我，但她不会说话，她不懂我想要什么。她给我的东西什么味道都不对，什么味道才对？她掉的。她知道我喜欢什么。3分鹿肉，7分兔肉，切成指甲盖大小的块儿，用山泉水泡1夜。我不是不吃，我只是不想吃别人给的。我懂了，这不是样食，是拒绝。拒绝新生活，拒绝承认旧生活已经结束。你这只手猫的前主人，那个把它送给你的朋友，是不是去世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告诉我的。对，他叫陈然，是我大学同学。3个月前车祸，走得很突然。临走前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照顾落雪，说落雪很特别，一定要对她好。我答应了，可他到我家之后就一直不怎么吃东西。我看了好几家医院。他不是生病，他在等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。那我该怎么做？你那个朋友陈然，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贴身的东西，带他气味的衣服、毯子之类的？有，他的一件旧外套，我一直没洗。把它放在落雪的窝旁边。然后呢？然后3分鹿肉，7分兔肉，切成指甲盖大小的块儿，用矿泉水泡1夜再喂。他跟你说的？他前主人的食谱，他只认那个味道。好，我是陈然。他生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关于这件事？没有，我不认识他，今天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。他以前跟我说过，这世上会有极少的人拥有跟动物沟通的天赋。他说如果哪天他不在了，落雪遇到问题就去找这样的人，他们会告诉那个人一切。谢谢你。你哭什么？太感人了，那只猫居然在等一个死去的人。他不是在等，他是不愿意接受。这跟踏雪不一样，踏雪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所以痛苦。落雪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拒绝往前走。那他最后会接受吗？会。如果苏欣怡愿意花时间慢慢来，不是替代陈冉，而是让落雪知道有一个新的人也值得信任。萧野，你说你师傅也是这样教你的？我师傅他比我也多了，他能跟鲸说话。鲸？年轻时出过海，后来陆地上的事儿够他忙的，就没再下过海。前2天还给我发短信说山上新来了一窝黄鼠狼，叽叽喳喳吵得他睡不着。你师傅用智能手机？老人机，只会发短信打电话，有回误触了语音助理，他对着手机骂了半天，以为里头困了个小鬼。萧野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，顾医生刚才找我了。他说下午3点有台手术，一只被车撞的流浪猫，骨盆骨折加内出血，很紧急。但那只猫极度应激，打了3针镇剂都没用，碰都碰不到。他问我你下午有没有空？顾清寒主动找我帮忙。几点？3点，手术室。我2点50到。你俩啊，迟早能成搭档。别乱说。进来吧，那只猫在隔壁观察室，缩在笼子最里头，你让它安静下来就行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。恐惧，极致的恐惧，不是对疼痛的恐惧，是对人的恐惧。流浪猫的世界里，人类意味着踢打、驱赶、堵耳、不受夹。它被车撞了之后，又被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抓进笼子，用针扎了3回。在他眼里，这些人跟之前踢他的人没任何区别，安全，不疼，帮你。但他触碰了，我轻轻打开笼门，双手托着他的身体，极其小心地捧出来。他没有挣扎。疼，好疼。我知道，马上就不疼了。外面有个人类会帮你修好，你睡一觉就好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真的。开始吧。术后恢复期，你能继续他沟通吗？流浪猫的应激反应可能会在麻醉苏醒后再次爆发，如果你能，没问题。这只猫活不过今晚的概率本来是60%，现在呢？现在5%以下。给你。谢了。顾医生的手术做得真好。他是好医生。你俩配合起来挺厉害的。萧野，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到底想怎么做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外面那些人，记者、综艺、代言，这些你都可以不要，但你这个能力不可能永远藏着，它太特殊了，你注定要面对这个世界。慢慢来吧。踏雪和小辉今天又一起跑了3圈。我另一个朋友养鸽子，一群赛鸽最近全部回巢，愁死了。
你有兴趣吗？怎么了？看你表情不像没事。有人让我去跟一群鸽子聊聊，看他们为啥不肯回家。鸽子，一群。他一文不值，没有人花钱请我来跟他说话，有人花2小时给他做手术，分文没收。而另一边，价值连城的赛马赛鸽排着队等我去看诊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值钱的命和不值钱的命都是命，但对我来说，都一样。去看看那群鸽子为啥不回家。带我吗？你不用上班，我请假。随你。睡吧，醒了我给你弄吃的。那根线今天没电了，快去站着歇会儿。你上回也这么说，我差点被电秃溜皮。那回是你自己蠢，站变压器上头了。你才蠢，你全家都蠢。笑什么？外头俩麻雀吵架，吵哪根电线安全。小野，你这辈子不无聊吧？从来没无聊过。儿子，你张婶说网上有人说你是骗子，你没挨打吧？要不要妈让你二舅开铲车进城？当你能听懂这世上所有动物的声音，每一天都有1万个故事在你耳边发生，有些好笑，有些心酸，有些荒诞，有些让人相信这个世界没那么糟，不用来。妈，你让我回城，做对了。那当然，妈啥时候错过？赶紧找对象，别老跟猫狗待一块儿。这座钢筋水泥的村林里有千千万万只动物，它们在笼子里，在沙发上，在书房的铁门后面，在马场的隔间里，在水猫的窝旁边，等着一个能听懂它们说话的人。而我在这里，刚好我能听见。